秦岚姐，你听说了吗？赤霞山那边的朱果好像快要熟了。朱果？这种事儿怎么能在这里大声说？怕什么？这茶肆里就这么几个人，要是我们能弄到一颗朱果，说不定就能直接突破到炼气中期了。哪有那么容易？每次朱果成熟，哪次不是腥风血雨？我还不能做做白日梦吗？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快20年了，10几年的时间没有系统，等到家族被灭，我都跑出国好几年了，才觉醒了一个时间暂停的能力。人家上下一个都别想跑！因为我的潮人境界太高，有固体真气自动保护，就算有时间暂停，也根本破不了防御，所以我只能想办法先把境界提升起来。这次朱果即将成熟的消息刚传出来，我就跑到附近买了个茶肆打探消息。可朱果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强了，这赤霞山附近已经全是等待争夺朱果的修士，早就在山里站好位置。完了，是清玄宗的人，他们居然这么快就追过来了。嘘。喂，老板，客官有什么事啊？刚才有没有见到2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跑进来？客官，我这小店生意清淡，一下午也没几个人进来。如果有年轻漂亮的女子进来，我肯定不会忘掉。没看到，我师弟亲眼看到他们就逃进了这条街。我劝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这位客官，我就是个开茶馆的，真没看到。再说，我怎么可能敢和几位撒谎呢？料你一个茶馆老板，也不敢拦我们清玄宗办事。没看到，这里怎么会有2杯茶水？你不会把它们藏起来了吧？给我搜！师兄，没有，这边也没有。师兄，那老板的脚下还没搜过。我看到了，有人藏在下面。我死！何必呢？我也不想呢，可你们要是闹得动静太大了，惹来其他人的注意，我还怎么安心在这里打探消息？他妈的，我就是想悄悄等朱果成熟，你们非要给我添乱。时间停止对我身体的负担极大，都快累死我了。糟了，身体快撑不住了，得赶紧回去。清玄宗的人失踪了，虽然不会惊动附近的人，但是清玄宗肯定会派更多的高手过来。看来我得想办法更低调一些了，要不没等朱果成熟，我就得被烦死了。人呢？那些清玄宗的人，还有烈焰老虎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山上有动静，打起来了。那些人急着去看热闹，冲过去了。跑这么快吗？刚才他们还在。哎呀，秦岚姐姐，你管那么多干啥？我们安全了就好。吓死我了，还以为今天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就是宰了他们几个弟子炼魔功吗？却移追到这儿来。就是，姐姐我又没让他们白死，临死前不都跟我快活过了吗？让他们舒坦一把再上路，还有什么不满意？这剧本怎么不太对啊？合着你俩是魔修啊？我竟然救了2个杀人如麻的魔修！诸国之争本来就挺混乱了，清玄宗赶来就已经是一层变数，现在又多了2个身份不明的魔女，这趟浑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
我就想安心等到朱果成熟，拿了朱果就赶紧走人，怎么偏偏就不让我消停一点呢？老板有没有兴趣跟姐姐玩玩呀？保证让你快活似神仙。喵了个咪的，有命玩没命活呀！我只是时间停止，腰子还是原来的腰子。清玄宗那帮蠢货，早说你们追的是这种货色呀！妈的，明明不是反派，为什么要表现的比反派更像反派？这不就误会了吗？放心，老板，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我其实更喜欢你叫的惨烈一点，这才算情趣嘛。何必呀？哟，老板你不乖哦，听话一点不好吗？一个筑基期的小修士，还以为我们没发现你吗？你越反抗，我们才能越开心啊！该死，这时间停止的后遗症还是这么要命，必须速战速决。怎么不见了？师姐小心！报。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等朱果成熟，怎么就不能让我省心一点呢？一个个的非要赶着来送死，不知道埋人很麻烦吗？赤霞山上的朱果就快熟了，可惜现在山上高手太多，不动用时间暂停，我连上山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外围等一个机会。喂，老板，问你个事儿，有没有见过3个和我们穿着一样、气质正气凛然的师兄？正气凛然？就前天那3个比土匪还像土匪的家伙。哎呀，仙长说笑了，我一个普通人肯定知无不言。前2天确实有几位穿着和仙长们相似的贵客在我这儿歇脚，说是要去赤霞山寻机缘，之后他们就走了。算你识相。走了，师兄们肯定已经上山了。清玄宗的男的杀了，女的别急着杀，留给弟兄们快活快活。我叫他崽子，找死！就凭你们几个杂鱼也敢反抗，看你血手印！又不是清玄宗的高层，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圣教最近在赤霞山附近丢了2名女弟子，你知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我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这魔头。哼，嘴还挺硬。没关系，我好好给你上上课，鞭笞一下，你就会听话了。你呢？你有没有看到过我圣教的弟子？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大爷饶命，我就是个开茶馆的。骗我！不过没事，我有秘法可以确定我师妹最后的位置。还说你不知道，师妹就是被你杀的。我现在说这是个误会，你们信吗？给我上！杀了他！何必？我就想安安静静当个美男子，喝杯茶而已，为什么总有人要来招惹我呢？你走吧，我陈渊不杀无辜少女。你这么厉害，为什么刚才不出手？你要是早点出手，我师兄他们就不会死。是你害死了我师兄们。原来如此，可恶的魔门妖人竟然夺舍了无辜少女的躯体，真是太可恨了。你说什么？又死了，这得埋到什么时候去啊？这是朱果要成熟了。我乃清玄宗掌门洛清也，这千年朱果我们清玄宗要了，尔等还不快快退去！哪里来的野小子？我说话你听不懂吗？再往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天才地宝，有缘者得之。这朱果我要，你要了？你算哪根葱？也配跟我清玄宗抢朱果？给我灭！
就你小子想要拦我，给你脸了！要不是还得拿朱果，非得再替你计较不可。这次这么快就撑不住了。给我灭！是谁在1秒内打了我18个巴掌？朱果被他抢了，快拦住他，别让他跑了！站住，小子，把朱果交出来，饶你不死！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不客气？呵呵，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们清玄宗叫板？给我上！都给我住手！退下，让他走！掌门，凭什么让他抢了我们的朱果？是啊，就凭我不想你们都死在这儿！现在，立刻，马上，听我的命令！还算有点见识。掌门，为什么要放他走啊？对啊，这可是千年朱果。放他走，我是在救你们的命！你们这群蠢货！掌门，他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刚才那位是什么实力吗？在我用飞剑幻影刺向他的时候，他不仅轻松躲过了我的9宫剑阵，他在短短1秒之内攻击了我10几次。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实力，对方的境界起码比我高了2个大境界。他之所以没下重手，8成是给我们清玄宗一个面子。你们要是再不懂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稳住！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必须有气势镇守，千万不能漏气。清玄宗怕你，我们圣教可不怕你！我把朱果留下。他受伤了，他最多只有筑基期。靠！差点被他骗过去了！快上，别让他跑了！清玄宗追杀了我1个月，要不是老命大，还真得折在他们手里。不过朱果效果确好歹让我从筑基期提升到炼气期。看好了，我师姐练着可是玄阶下品，可以让金丹期以下的修士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甚至能帮人从炼气期突破到金丹期。只要金丹炼成，师姐就一定得萧瑟造什么东西。破镜丹卖吗？我正好缺一颗。卖？就凭你？我师姐可是要成为灵丹女皇的女人，她炼制的丹药是你能用灵石衡量的吧？这颗破镜丹代表着她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卖给你这种人？瞧你这小丹药，连件像样的法宝，顶多就是个炼气期，也敢想我师姐？晚点！明明是出来卖药的，装什么清高？这颗破镜丹我还真就拿定了。你这里撒野！出丹了！天哪，是天地异象，这是极品破镜丹，几乎可以保证一个炼气巅峰的修士才能突破到金丹级。师姐赢了！走吧，时间停止要结束了。恭喜冯曦月夺得本次炼丹大比的冠军！我的破镜丹不见了！有贼人，竟然在我们本皇殿的地盘偷盗丹药！所有弟子听令，封锁广场，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刚才那个穷酸小子呢？在那儿，就是那个小贼，丹药一定是他偷的。就他一个炼气期的穷小子，怎么可能在陆长老眼皮子底下偷走丹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小子，把你偷的破镜丹交出来！这位长老，话不能乱说。你看，我在擂台上留了一把7品飞剑，价值不比你们那颗7品破镜丹低。咱们就当是正常交易，交个朋友如何？交易？你问过我们了吗？这叫抢劫！老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再胡说，我可告你诽谤了啊！好，你一个伶牙俐齿的小贼！为奖励给冠军的异火，此消焚天炎。既然你找死，
老夫就拿你来试试它的威力。什么？紫霄焚天炎？那可是异火榜上赫赫有名的极品异火。本皇殿好大的手笔，竟然拿异火当奖品！你懂什么？这分明是殿内嫂子内定我师姐是冠军，这簇异火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这小子惨了，异火榜上的火焰沾上一点就得神魂俱灭，他死定了，受死吧！何必非要逼我？时间停止就是好用，可对我这炼气期的身体负荷太大了，再用下去我就要贫血了。老头，玩火太危险了，我替你保管。可别说我欺负你们，这星辰铁价值连城，绝对比异火更值钱。喵了个咪的，不想惹你，非得死。今天不领点教训，我就不姓陈。快撑不住了，赶紧跑！小子，别想跑！人呢？我的葫芦呢？我的紫霄焚天炎呢？刚才发生了什么？那平平无奇的小子抢走了破镜丹，还抢走了焚荒殿的紫霄焚天炎。什么平平无奇？那就低调。人家能在陆长老眼皮子底下盗走重宝，还能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境界。他到底是什么人？靠！明明都突破炼气期了，但是时停持续的时间为什么还没变？这威力怕是比普通法术强多了。有了异火，离我复仇的日子又近了一步。是废物！这么多人看着，硬是被别人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偷走了异火，焚荒殿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门主，他也不是偷，对方留下了一把七品飞剑和一块星辰铁，其实咱们还是赚了的。哼，赚了！我们焚荒殿的名声怎么算？门主放心，为防不备，我们已经在异火葫芦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很快就能找到那个小贼。给你们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带血影小队去夺回紫霄焚天炎。底子里面。知道了，门主放心，一定亲手把那小子抓回来。这武魂破镜丹也就一般啊。药力全部炼化了，也才炼气后期，说好的破镜呢？啊！小贼，把紫霄焚天炎交出来！当初我拿走异火的时候，可是给了你们一块星辰铁的，其价值比异火只高不低。一块星辰铁。那我们焚荒殿的颜面怎么算？唉，何必呢？是他吗？不到1秒钟的时间，我被踢了好几脚。这些弟子似乎也是被人踢飞了起来。果然还是不能破防，接下来就得考验我的演技了。现在可以谈一谈了吗？下一次我可就不会留手了。是你偷走了我们焚荒殿的异火，让焚荒殿在众多贤门面前丢尽了颜面。焚荒殿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谈的，所以你是给脸不要脸了。我知道，以你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你绝对可以轻易的杀掉我。可是焚荒殿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武力而妥协。我们已经对你发布了整个奥莱国的悬赏，
会有更高级别的高手帮我们做掉你。悬赏！靠，老子最怕的就是人海战，视听持续的时间有限，被抓住可就玩完了。说，怎么才能撤销悬赏？撤销不可能，除非你死了，或者我们门主主动放弃，否则的话，等着被追杀吧。这一次，我看你怎么逃！既然你们不愿意撤销，那如果发布悬赏的人死了，那悬赏应该也就无效了，是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猜啊！快上！快拦住他！快去提醒门主，那小子去找他了。你就是焚荒殿的门主？没错，那你应该就是抢走我们一伙的那个小贼了。别说废话，我只问你一句，怎么才能让你放弃对我的追杀？我要是不想放过你呢？何必呢？不就是一簇异火吗？我给的星辰铁价值足够弥补你们了。哼，异火算什么？那异火我根本没放在眼里。但是你我必须抓起来。为什么？你以为我们焚荒殿举办那样一场盛会，会完全不做防备吗？我不止布置了大量人手，还布置了监控法阵。我可以确定你只有炼气期的境界，但是你却展现出来了元婴期都无法实现的速度。所以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你觉醒了速度型的天赋神通。我这具身体上次大战已经残破不堪了，只要我夺舍了你，我就能拥有一副掌握了速度型神通的极品肉身。那就是没得谈了。谈？得到你的肉身，我绝不罢休！哈哈哈！小贼，此乃焚荒殿镇宗大阵万象八卦阵，这蚊子都休想钻出去！看你往哪里跑！这可是我焚荒殿的镇派之宝，有离真火，就算是化神境修士，也得被烧成飞灰！等死吧！不行，地贼太多了，连护体罡气都破不开。这种东西撤去阵法，我根本跑不了。杀又杀不死了，我得赶紧想想办法。藏宝阁，正好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机会提升我的实力。没办法了，只能先想办法突破一个境界了。这人气丹倒是不难吃哈。吃了这么多丹药，总算差不多可以突破了。看介绍也是一颗极品破境丹，能不能行就看你了。有点撑不住了。我看你往哪儿藏！有阵法，跑不了的。谁敢偷我的丹药，看我怎么弄死你！龙斩！给我停！拼了！我身体撑不住下一次时停了。金丹剑终于成了，老东西，现在看我怎么破你们的龟壳！疾风破！破！现在你还要我的肉身吗？发布悬赏的人死了，那悬赏令应该没什么用了吧？哼，不行，为了保险，我得把这焚荒殿搜刮干净，让所有人都知道焚荒殿已经穷得付不起悬赏金了。太医补天丹，好像是给渡劫失败的修士重新渡劫用的，没什么用，但这丹药价值可不低，我可就不客气了。悬赏令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效，必须尽快离开奥莱国。正好我已是金丹期，是时候去查当初灭掉我一家满门的万剑宗了。
到底怎么才能放过我？小子，别怪我，怪就怪你爹得罪了我们万剑宗。今天陈家7大武斗都摇彩黄了，你觉得我会放过你们？迟早有一天会找你报仇的。我只知道是万剑宗的洪熙君灭我满，但具体细节一概不知。必须找到夜来国的地头蛇打上关系，查清当年的事才能更有利。皇族在宣福楼举办的拍卖会即将开始，有请帖的客人请尽快入座。加拍卖会，没有比皇族更大的地方是吧？我得进去和皇族的人搭上关系。小女子代表夜来皇族欢迎各位。话不多说，拍卖会现在开始。拍卖会不定，那怎么才能和皇族的人拉近关系？本次拍卖会已近尾声，接下来就是压轴拍品。玄武令可瞬间召唤一座青云困灵阵，玄阶的阵法法宝，现在开始竞拍。是玄武令。小渊，你记着，这玄武令表面上是阵法法宝，但有特殊的方法打开一个隐藏空间，我在里面给你留了惊喜。等你突破到筑基期，它就是你的。我还没拿到玄武令，人家就被灭门，这东西肯定是从我仇人手里流出来的，而且里面有父亲留给我的东西。这玄武令我必须拿到手。我出1万灵石，11000， 12000，超过我的资产了，看来只能抢了。本来我还不想在夜来国皇族的拍卖会上搞事的，现在没办法了。找死！给我死！我都金丹期了，怎么还是会时不时的喷血啊？这时间停止对身体的负荷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卿本佳人，奈何为贼啊！你看，你本来就要被打死了，我救了你一命，用你的一命换你给我背一次锅，你也不亏吧？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咱俩互不相见了啊！我这是在哪儿？我不是要被那冰雪凤凰杀死了吗？怎么出城了？肯定是有绝世高手救了我。可这高手也太强了，他带着我瞬移出城，我连他的脸都没看到。不过我身上有清风雨蝶的花粉，肯定被他粘在身上了。只要靠近，我一定能找到你。朝这边找！得罪了夜来皇族，这地方是不能待了，必须马上走。人呢？玄武灵也不见了，封锁现场，马上给我把人找出来！找不到，你们都得死！我必须立刻去禀报女帝大人。女王大人，属下无能。那少女带着玄武令凭空消失了，我什么都没看清。废物就是废物，别乱找钱。不管是什么高手，敢在我皇族的拍卖会上抢东西，活腻了！本王亲自去会会他。拿了玄武令，又把锅甩给那个女贼，不知道夜来皇室会闹出多大动静。不知道是哪位道友大驾光临我夜来国，偷了我皇族的东西，怎么都不和我洛清霜打个招呼？这位仙子，我们怕是有什么误会吧？请说。洛清霜。拍卖会没有交接的拍品，上面都有我皇族的特殊印记，你还敢狡辩？这事儿就不能算了吧？就当交个朋友。交个朋友？现在全夜来国的人都知道，有人从皇族拍卖会上抢走东西。我们皇族的理念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若仙子，鄙人无意结怨，你会明白我的诚意。这次可不能跑了就完了，得留点证据，证明我本来有机会做掉你，但是却选择了手下留情。我靠，好漂亮！靠，亲个嘴都能激活护体罡气，至于吗？不过，既然成功激活了护体罡气，那他肯定也知道有人近距离接触过他，应该足以让他误以为我手下留情了。人呢？我面纱怎么只有脸上的护体罡气被激活？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子，领导之前还要摘我面纱戏弄我，简直就是在羞辱我的实力！我和你没完！找到你了。靠，怎么追上来了？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靠，这样没完了是吧？我时间暂停都用的贫血了，我还是甩不开他。这小子看起来也不像什么高手，可为什么每次都能忽然从我的感知中消失一段时间？这一次看你往哪儿跑！乾坤无极，万里随形。再给我可就不客气了。靠，他玩阴的！先锁！明明没完了是吧？真丢人，根本不破防。不破防也得抽你，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别让我找到机会，先准备抽死你！小子，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终于把玄武令彻底炼化了，现在应该没人能通过玄武令锁定我的位置。现在，看看我父亲在玄武令里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很好，既然小渊你打开了玄武令，那就证明你已经到了筑基期的境界。陈家的一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了。玄武镖局表面上只是一个普通的镖局，实际上其实是易来国的一个避世宗门。门人实力虽然不强，但个个都是性情中人。而你爹我其实是玄武镖局的门主，这份玄武令内就保存了所有门人的身份信息，尤其这位夏乾坤，他是我愿意用生命担保的至交。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也可以放心的找夏乾坤求助。还扯什么门派呢？整个陈家都被人灭族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老爹你根本把握不住。唉，不过老爹既然信得过这个夏乾坤，我倒是可以想办法找他打听一下，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赶快交代，和你一起闯入我皇族拍卖会的高手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什么高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完了，我用清风雨蝶的花粉追踪到了前辈，会不会给前辈惹祸了？少给你自己脸上贴金了，那分明是一个超级高手的瞬移，才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你一个金丹期有这个本事吗？原来前辈是用瞬移救我走的，前辈救我一命，我绝对不能恩将仇报。快说，那个高手现在在哪儿？我是不会背叛前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上，给我活捉他！这一次他吃这个。想跑？问过我了吗？
谁这么不讲公德？不知道有人在山洞里。你休想！我绝对不会背叛前辈的。清风雨蝶，他就是救我的那个前辈。前辈快跑，他们是来抓你的！就这小子，不可能，当初可是一个会瞬移的超级高手，怎么会是眼前这个臭小子？我不许你们伤害前辈！流法，别走！前辈，快走！我的燃灯法撑不了多久。小姑娘，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我本来是想让这小姑娘背锅的，结果那女帝还是找到了我，算是白白坑了这小姑娘了，怪不好意思。想走？你问过我了吗？今天你们两个必须都给我留下。这位姐姐，你这几天没和你们女帝联系过吗？我已经和她谈过了，要不你回去问问她怎么考虑的。还想骗我？如果你已经见过了女帝，怎么可能还毫发无损地站在这里？今天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们两个小贼！前辈，快闪开！哎，何必呢？到底怎么了？这次我只是给你们长长记性，没下狠手。你要是还不长眼的话，可就别怪我出手无情了。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别得意，你得罪的是我们整个夜来国皇族，上天入地，我们都不可能放过你们两个。还有你这个小贱人，我们已经查明你是玄武镖局夏乾坤的小女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夏家勾结外来高手到我皇族治理，必须给皇族一个交代。夏乾坤，那不是老爹提到的那个可以信得过的人吗？这小姑娘是他的女儿。不要，蓝夫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要去找我爹。现在知道害怕，晚了。你跟这小贼同流合污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最好给我放干净点。看清楚现在什么形势，别给自己找不自在。你去给你们女帝带个话，让她等几天，亲自登门和她解除双方之间的误会。现在你滚了！完了，全完了！我给爹惹了大麻烦了，得罪了皇族，我们夏家就完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紧回去提醒你爹，让他早做打算。对，我得赶紧回去。当初陈家被灭门，事发突然，父亲说夏乾坤可以信任，但现在听蓝少芬的话，我爹死后，他成了玄武门的门主。作为既得利益者，他真的清白吗？当年会不会就是他背叛了老爹？爹，我好了。青羽怎么如此慌张？爹，我为了拿回玄武令，得罪了皇族。蓝少芬说要迁都我们夏家，是我连累了你，连累了整个玄武门。好了，别哭了，你先下去休息。事情的经过，爹已经知道了，爹要和这位年轻人单独聊聊。可是，下去。这个我倒要看看，你夏乾坤对我爹到底是什么态度。夏门主，我记得玄武门之前的门主好像是姓陈，不知道那位陈门主如今身在何处？玄武门大门主夏乾坤恭迎少主归来。少主，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少主，玄武令之所以叫玄武令，就是因为它本就是我玄武门的门主令牌。门主令牌？对，它是一件阵法法宝，但更是用来证明身份的信物。想要激活它的所有权限，必须有专门的指令，并且配合你们陈家的血脉才可以。你出现在玄武门范围内，宗门大阵就已经给了我反馈，所以我没有任何怀疑。你就是天昊大哥一直挂在嘴边的陈渊少爷。天昊大哥对我恩重如山，陈家被灭后，我接下门主之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给大哥报仇。我本以为少主你也没有逃出来，
结果上天垂怜，还是给陈大哥留下了一丝血脉。我侥幸活了下来。不管如何，这都是一件大喜事。夏叔叔，家父说过，你是可以信得过的人，有什么事直说就行。少主，你活着，我当然开心。可是你为什么要冒着危险返回夜来国？大哥的仇人万剑宗现在势力庞大，要是被他知道你还活着，就怕你要危险了。我这次回来就是准备报仇的，要是怕他，我就不会回来了。可是万剑宗的门主已经是元婴期巅峰的境界，少主就算想报仇，现在也为时过早，还是再提升一下实力再说吧。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要是报不了仇，我不会找死。现在你只要把当初陈家被灭的情况跟我说清楚就行了。唉，当初你父亲在夜来国官至4品刑部侍郎，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我们玄武门的门主。因为万剑宗的少门主哪家的小姑娘啊，这么俊俏？你父亲带队捉拿，他知道万剑宗在朝廷有人，所以雷厉风行。抓到人之后快速审批，直接做成了铁案。大哥还是低估了万剑宗的关系网。有人陷害陈家，说你父亲是敌国安插在皇城的内应，然后兵部的人联合万剑宗的高手，连夜覆灭了陈家。事后他们给出的说法是，你父亲眼看事情败露，连夜叛逃，兵部这才派兵追杀。也就是说，灭我陈家满门的万剑宗还有兵部的高手。没错，敌人势大，我们必须谨慎。要不是你父亲和玄武门的关系，外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玄武门肯定也早就被一起灭掉了。这次我不可能完全没人知道，我还是得防着这个夏家。不过，只要他不知道我时间暂停的能力，不怕他背叛我。夏叔叔，你觉得女帝知不知道陈家的这些事？女帝应该不知道吧？我们夜来国的女帝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她是个修炼天才。只要他的境界一直压在整个夜来国之上，就没人敢背叛他。所以他对朝廷的事几乎一直都是放任的态度，很少干预。啊，青羽，回去。夏叔叔，没事，让夏青羽出来吧。至于我的安全，你也放心，没有万全的把握，我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现在整个夜来国，除了你，没人知道我真实的身份。前辈，你和爹爹在聊什么？叫什么前辈？叫少主。少主，你就是那个跟我定下娃娃亲的少主。青羽，你瞎说什么？那是之前别人来提亲，我不想答应，随便找的一套托词。哦，是这样啊。少主，你远道而来，我这就去安排接风宴为你洗尘。夏乾坤应该确实没背叛你，如此一来，我就更不能坐视皇族迁怒夏家了，得先想办法帮夏家渡过这一关，然后再去找万剑宗和兵部的麻烦。陛下，我们抓住夏青羽时，突然出现一个很年轻的少年，他的实力强得可怕，不到1秒就把我们所有人都踢飞了，还救走了夏青羽。不会是之前那个小贼吗？属下无能，没能留下对方。不过我已经确定，当初和他一起盗取玄武令的，就是玄武门的大小姐夏青羽，她逃不了的。夏家跑不了有什么用？那个夏青羽根本不认识真正的小贼，我已经和那个小贼见过，他速度极快。想拿走玄武令，根本用不着别人配合。夏青羽不过是被他扔出来背锅的，我看你是被骗了。如果那个小贼真的和夏青羽认识，那他不可能把夏青羽扔出来背锅。你遇到的那个人，应该就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小贼。难道我真的被夏青羽耍了？兰夫人，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风清，今天找你是有件事情要你去做。兰夫人请讲，只要您一句话，我冯清万死不辞。我要你带人暗中盯死玄武。盯死玄武？没错，从现在开始，玄武门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都不能离开京城半步。听明白了吗？明白，我这就去办。我砸门！风清失职，兰夫人不是让我们暗中盯梢吗？这么大张旗鼓，恐怕不妥吧？没错，任务确实是暗中盯梢，可我们是发现夏家高层准备趁天黑逃跑，所以才不得不包围夏家，将他们堵住。夏乾坤，你个老东西，之前没少找我们万剑宗麻烦，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敲打敲打你们玄武门。别废话了，给我砸，做的事我担着。少主，您的身份暂时还得保密。今天这顿饭，我就没叫玄武门的其他人。没事，夏叔叔，你安排就好。
放肆！我不是命令过你们没有钥匙不要打扰我吗？禀告门主，万剑宗的人把咱们玄武门包围了，正在砸我们的大门。糟糕，不会是万剑宗知道少主您回来了吧？我和玄武门的关系只有夏家人知道，如果真是冲我来的，那就是夏家出了内鬼。希望不是这样。少主，这件事您千万不要出面，交给我处理。万一您的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皇少，我玄武门没有招惹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夏乾坤，怕了吧？不怕告诉你，蓝夫人只是让我盯着你们，但我就是要趁这个机会逼你们夏家反抗。平时我绝不会忍，但现在少主在，必须忍，不能把事情闹大。少，以前是夏某多有得罪，是我的不是，还请冯少给个面子。我玄武门以后一定绕着您走。现在知道错了，哈哈哈哈！晚了，你以前不是很狂吗？给我上！今天我要灭了你们玄武门！不行。夏乾坤，你以为我来玄武门会不做准备吗？这位是我万剑宗的杨长老，他一人就足以碾压你们整个玄武门。姓夏的，跪下求我呀！只要你求饶，我说不定会大发慈悲放你们一马。夏乾坤就算死，也绝不向你这种人渣求饶。好，有骨气，我杀了他，我要让玄武门全不了。你放心，你女儿长得不错，我会留她一条命。杀了她太浪费了。小子，人狂有祸，你不知道吗？您怎么出来了？快回去！怎么想英雄救美？夏小姐，这是你养的小情人，眼光不怎么样吗？夏乾坤提到过这个冯军，当初陈家被灭门的导火索就是他，结果陈家死的就剩我一个了，他却还活着。少主，您别管我们，快走啊！夏叔叔，退下吧，这件事你处理不了。少主，我听到了什么？你说交给你了？冯清是吧？哦，你认识本少？那又如何？谁也救不了你们玄武门！我本不想插手你的破事，但你既然这么想死，我不成全你，倒显得我不近人情了。狂妄！你算个什么东西？杨长老，给我杀了他，把他碎尸万段！年轻人，口舌之力是救不了你的命的，下辈子投胎记得收敛一些。少主，去。何必呢？我说过，你这么想死，没有道理。乾坤盾，敢杀我们少主，你等着，宗主不会放过你的。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万剑宗的杂碎被捅破了！赢了！谢少主解围。叔叔，你先处理一下这里吧。万剑宗不会善罢甘休的，把山门大阵全力开启。我还得去收一下尾，不能让那人把消息传回去。是，我明白。别愣着了，打扫战场，伤员立刻救治。虎山大阵开到最高。是，门总。你一个万剑宗的长老，身上怎么这么多防御法宝？真他妈难杀！杀了我，门主不会放过你的。放心，你们万剑宗上下的所有人，我也没准备放过。何人在我万剑宗领地撒野？七月9号见，我也不能再用实情了，只能先撤了。宗主，启禀宗主，风清失联了，派去的人一个都联系不上，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玄武门？我记得我并未让你派人去玄武门。宗主恕罪，我只是担心那个小贼耍花样，拖延时间后逃走。风清只是去盯着，绝不敢轻举妄动。是吗？我只是怕那小子不守信用。你呀你，总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陛下何出此言？你看人家这不是信守诺言来了吗？你还真敢过来！回玄武门休息了半天，好歹是万剑宗有阵法保护，我只能先做点别的准备了。我想和你谈谈，
你已经在谈了。我希望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不行，宗主，此人奸诈狡猾，不能让他与您独处。你觉得有你没你有区别吗？出去！你想要的机会我给你，你最好能拿得出让我信服的理由，否则的话，别怪我下手无情。我的耐心有限，你有话快说。在拿出我的理由之前，我能否问宗主几个问题？我听说夜来皇族近来手头很紧，举办了数次拍卖会，连压箱底的珍藏都拿了出来。能让整个皇族如此兴师动众，唯一的可能是女帝您需要一大笔钱。你觉得呢？我只是好奇，所以就查了一下。大约1年前，女帝您从所有人视野里消失了半年。我又查了夜来国的黑市，发现所有能补充道运的天材地宝，在过去1年里被人买光了。大道灵运只对一种人有用，合体期进阶渡劫期失败，道基受损境界跌落的人。纵观整个夜来国，合体期巅峰的高手，除了女帝您，再也找不出第2位。洛仙子，你也不想自己渡劫失败、境界跌落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你在威胁我？不，我是来帮助你。太医补天丹，此丹能修复受损的道基，让你重回巅峰。这是奥莱国焚荒殿的至宝，现在我将它献给你。你的条件？我没有条件，之前与你为敌并非我的本意。这颗丹药就算是我赔罪的诚意。赔罪？这话从任何人口中说出，我或许都会信，但从你这个小贼嘴里说出来，我一个字也不信。这个女人比我想的还要棘手，仙子为何不信？你很有意思，陈渊，你浑身都是秘密，你的本事更是超乎我的想象。凭你的能力，天下之大哪里去不得？为何偏偏要留在我的夜来国？说。因为我本就是夜来国的人，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从小就在这座皇城里长大。这次回来，我就不打算走了。但夜来国是你的地盘，我想安稳的留下来，就必须得到你的同意，否则天下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处。用一个更大的秘密来掩盖真正的目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取信于人的方法？故乡情结远比任何利益交换都更真诚。你的故事很动人，但我还是不能完全信你。你在我皇族拍卖会上盗取宝物，我很难相信一个行事鬼祟的小贼。仙子说我拿走了玄武令，我不否认。但是如果仙子说我是贼，那我不能认。什么意思？如果我告诉你，我从拍卖会取走的那枚玄武令，本就是我的东西呢？何出此言？家父陈天昊曾是夜来国4品刑部侍郎，这玄武令便是家父留给我的遗物。陈天昊，我有印象，3年前刑部侍郎陈天昊不是通敌叛逃了吗？卷宗上写着他自知身份暴露，弃官潜逃，兵部追击，可惜让他逃脱了。叛逃？陛下，哪有什么叛逃？那晚兵部的人马包围了侍郎府，火光冲天，我们全家上至祖母，下至3岁的幼弟，一夜之间满门被灭。这个镇在除了我侥幸再没有一个活人，根本就没什么叛逃，就是有目的的灭门。你的意思是兵部谎报军情，陷害你全家？臣某知道，仅凭我一面之词，陛下不会信。我只求陛下一个恩典，容许我自己去查。在我查明真相之前，不要因为兵部的一面之词，就彻底断绝我查探的机会。我陈渊可以保证，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绝不动手，更不会搅乱朝堂秩序。如果我没有证据就胡乱动手，那我陈家背负的污名，就永远没有洗刷干净的机会了。这个道理，我比谁都懂。我相信我亲自任命的官员不会做出陷害忠良的事情。不过，你既然承诺在找到证据前不动手，那我给你这个机会又如何？多谢陛下，只是陈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哦，我如今的真实身份，还请陛下千万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与兵部以及万剑宗相关的人。当年之事，万剑宗也脱不了干系。如果他们得知我陈渊还活着，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斩草除根。到了那时，我别无选择，只能放弃为家父恢复名誉，再次远走他乡了。虽然我口头上说的是远走他乡，
但是想必女帝也是能听出我的潜台词的。可以，你可以走了。沉渊告退。陛下，去，让飞鹰卫的人立刻去查卷宗内外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陛下为何突然要查这件旧案？兵部那边让你去查就去查，什么时候我的决定需要向你解释？属下知罪，属下这就去办。黄统领，蓝统领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陛下有令，命你即刻去查3年前刑部侍郎陈天昊叛逃一案。陈天昊的案子不是已经定论了吗？陛下要你查的是卷宗内外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此事必须暗中进行，绝不能惊动任何人。属下明白。办妥之后，直接向我汇报。是。看来洛清霜确实不知道陈家被灭门的事情。要是他知情甚至参与其中，我1秒钟都不敢多待了。他既然派人去查，就说明他对兵部尚书的说辞也并非全然相信。只要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真相就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夏乾坤，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杨孝威虽然陷入了昏迷，但是少门主之前就是带着杨孝威来围困玄武门的。你一定知道少门主的下落。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玄武门的实力你们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重创杨孝威。好一个不可能！那就让你们一起下去做个饭好了。动手！哎，何必？得罪我们万剑宗，你们连自己怎么死的都……剑阵呢？别说我欺负你，你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们是谁？住口！阁下好手段，在不到1息的时间里破掉我们的剑阵，还将20多把飞剑全部收缴，这份实力，詹某叹为观止。真的假的？我等不愿与阁下为敌，但我们少主冯清就在这玄武门附近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杨孝威长老也重伤昏迷，不找到少主的下落，我们没法向宗主交代。阁下实力通玄，我等自愧不如。但此事关系到我万剑宗的颜面，阁下难道真的要为了玄武门与我整个万剑宗为敌吗？你觉得会怕了你们万剑宗？万剑宗还吓不住。不过这一次你们确实找错人了。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少主冯清从蓝少芬那里接到的命令，只是包围玄武，确保这里的人无法离开。不信，你们大可以回去找蓝夫人当面对质。所以玄武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冯清发生冲突。你们该去查的是，冯清离开这里之后，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人，碰上了什么事。凭什么信？信不信随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但别人犯下的事，别想栽赃到玄武门头上。我们走。陈渊哥哥，多谢少门主。多谢少门主救命之恩。下属，你我之间不需要说这些虚的，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赶紧带受伤的弟兄们去疗伤，处理伤口。少主，你接下来需要我帮忙吗？只要你一句话。我还有一件要事去做，我准备试探一下，万剑宗和兵部之间究竟是不是铁板一块。下属，你若是跟着我，反而可能会暴露。我明白了，那少主万事小心。所以你就带着人灰溜溜的回来了。宗主，我们这就把你吓破胆了。没有，宗主，属下不敢。只是玄武门内确实有高手坐镇，对方甚至没有真正出手，我们20多把飞剑
不到一息的功夫就全被缴械，被扔到了一边呢。但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我们万剑宗是夜来国的顶尖宗门，他们玄武门要想在夜来国混下去，就绝不敢轻易得罪我们。所以之前他虽然发现了我们派去盯梢的弟子，却并未做出任何反抗。而且那人还提到一点，他似乎提前就算到蓝夫人肯定会派人盯着玄武门，但他断定蓝少芬只会下令盯住，绝不会下令攻打。所以属下判断，冯清少主应该确实不是在玄武门失踪的，他是在离开玄武门之后返回宗门的路上遇到了别的危险。好，先到玄武门就断了，人海茫茫，现在还怎么查？门主，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门主，杨长老他怎么了？他死了！这样。怎么死的？奴婢去给杨长老换盆热水，就一会儿的功夫，回来的时候，杨长老就这样了。滚出去！宗主，杨长老之前的伤势明明已经稳住了，绝无可能旧伤复发。只有一种可能了，杀人灭口。风清失踪的时候，只有杨校尉一个人活着回来了，本来还想等着他醒来询问当时的情况，现在唯一的活口也没了。对方是想断了我们的线索，不想让杨校尉透露他们的信息。宗主，这里是万剑宗腹地，防卫森严，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地潜入进来杀人，事后还不留痕迹地离开，怕是没几人呢。不用你说，我很清楚，整个夜来国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女帝行事从不藏头露尾，所以不可能是女帝出手，而除了她，剩下的就是朝堂上的那几位。给我搜，把这座院子里里外外连一块砖都不要放过，仔仔细细的搜，信才能一点线索都不留下。门栓上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也没有人看到可疑的人影。宗主，没有脚印，没有打斗痕迹，什么都没有。宗主，请看，这是火属性真气外泄留下的痕迹。天下修行火属性功法的人多如牛毛，这算什么线索？不一样，能在潜入时将自身气息完美隐匿，说明此人对真气的控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火属性真气是所有属性里最爆裂、最难控制的一种。能将如此爆裂的真气控制到几乎不留痕迹，还能无声无息潜入我万剑宗腹地，杀人后从容退走，整个夜来国符合这个条件的火属性高手屈指可数。宗主，难道是兵部的那一位大人？宗主，兵部尚书秦无量一手焚天烈焰的功法，威名赫赫，权势熏天。可是那位大人不是和宗主您关系一向不错吗？人心可是会变的。那片瓦片是我故意留下的，恰到好处的火候，恰到好处的位置，只要认真找，迟早能找到。我倒是要看看万剑宗和兵部到底是不是铁板一块。冯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坐。深夜造访，还请秦尚书不要见怪。你我之间还扯这些琐事，秦尚书说笑了。我是有事相求，冯老弟但说无妨。犬子冯清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我想请尚书大人帮个忙，动用兵部的人手在全城搜寻一下。冯老弟，你真是关心则乱。你那个宝贝儿子什么德行，你又不是不清楚，现在指不定在哪家小媳妇的被窝里乐不思蜀呢。犬子确实疏于管教，但他也绝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多天不跟家里联系。哼！啊！无论如何，还请秦尚书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我这个忙。
派些人手找一找吧。行吧，既然冯老弟都这么说了，这个面子我肯定给。明天一早我就派人全城搜查。多谢。什么都没有啊，他刚才盯着这里，怎么跟见了鬼一样啊？秦无量，居然真的是你！秦无量，宗主，到底怎么回事？我去秦府了，我儿子冯清可能被秦无量抓了。什么？秦尚书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万剑宗和兵部不是一直关系不错，都是假的。兵部想要我们做替罪羊啊！替罪羊？替谁的罪？为什么是我们？你可知道女帝出关了？那又怎么了？女帝最新修炼，每次出关很快就会再次闭关，已经几十年很少过问朝堂事务了。女帝不问俗事，下面的人可就闲不住了。朝堂上的诸位大人，哪个不想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秦无量官居兵部尚书，听起来只是6部之一，可实际上他在朝堂的地位绝对能排进前5。为什么？就因为他掌握了夜来国相当一部分兵权。可是光有兵权还不够，很多事情他一个兵部尚书是不能亲自出马的。以前就是我主动帮他把那些脏活做了。这些门主你也没瞒着我，我都知道。可这些事又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这些年我们万剑宗帮秦无量擦了多少屁股，处理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人和事，只要不出问题，那秦无量自然很愿意和我们继续合作下去，我们也能得到足够的好处。宗主，你的意思是现在出问题了？没错，问题就出在女帝身上。她最近突然要调动国库，大量购买修炼资源，结果发现国库是空的。女帝震怒，要整治朝堂。几位大人最近都在拼了命的补充国库。我前段时间还帮秦无量处理了几个小官，给他们按上罪名抄了家。可是现在他却盯上了我，他要把我们万剑宗推出去顶罪。只要我们是贪墨的元凶，秦无量就干净了。先抓少主做要挟，再逼我们背锅。到时候面对女帝的雷霆之怒，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太狠了！那宗主，你准备怎么办？少主还在他手里。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等机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冯清，然后倒戈。和秦无量想让我死，就先把他拉下水。大人，您回来了。大人，您刚走，我就在床头发现了这个，我以为是您留的，可转念一想，你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我就没敢看，赶紧给您送来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大人，怎么了？有人给我传递消息，丞相他们为了应付女帝的怒火，决定拉一个足够分量的替罪羊出来，而有人决定选我做这个替罪羊。不能吧，大人，你又不是什么软柿子，怎么会有人选您做替罪羊？可是传来的消息里面提到，丞相他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要他们计划成功，那一定能把我拉下水。大人，他们准备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只有一种可能，有我信赖的人背叛了我。叛徒要满足2个条件：首先，他有机会接触我的秘密；其次，他有背叛我的理由。大人，您最信赖的人是李侍郎、彭将军还是冯门主？3人就是大人您最信赖的3个人了。可是他们谁又有理由背叛您呢？我猜到了，肯定是冯曦君。冯门主，他跟了大人您几十年了，怎么会是他？因为他有不得不背叛我的理由。他儿子失踪快1周了，本来我以为他儿子肯定藏在了哪个小娘皮的被窝里，现在看来，冯清肯定是被丞相他们给抓起来了，用冯清的性命做威胁，足够让冯曦君背叛我。没想到会是冯曦君。大人，您在想什么？我一定不会背叛你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没办法，我现在容不得任何失误。
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我也不会冒险。我倒是要看看兵部和万剑宗现在还是不是铁板一块。少主，秦无量在朝中根基深厚，党羽众多，这件事恐怕还得从长计议。夏伯父说的是，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我明白。全渊哥哥，你一定要小心。放心。主上，蓝夫人带人闯进来了，看样子来者不善，马上就到。少主，你快从后门走。这蓝少芬就是个疯子，被他缠上没好事。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姓陈的，蓝夫人，来都来了，坐下喝杯茶。女帝下令让你跟我入宫见她。你确定女帝是对我下令？我见到了女帝，可是会跟她求证的哦。女帝让我请你过去。早这样不就得了？甩脸子给谁看呢？姓陈的，你别得意，终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底下。你们都退下。陈某拜见女帝，不知女帝召陈某前来所谓何事？我查清楚了，当初你们陈家确实没有背叛叶来国，是因为私人恩怨，被兵部和万剑宗联手灭门。我就知道女帝陛下是明事理的。但是兵部尚书秦无量是朝廷重臣，他若是忽然死了，叶来国恐怕会陷入混乱。那女帝的意思是准备保下他了？我可没这么说，只要你能保证，你找秦无量报仇之后，叶来国不会陷入混乱，我管他秦无量是死是活。这不合适吧？我一天官场都没混过。怕什么？你会做的比秦无量差吗？你会排除异己，中饱私囊吗？你会为了一己私欲灭别人满门吗？只要你不会，你就比秦无量强无数倍。我只是多闭关了几天，没想到叶来国的朝堂已经烂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不愿意？你回叶来国，不就是要为你陈家正名吗？这是合则两利的事情，你怎么反而扭捏起来了？好吧，这件事我接下来。来，秦大人，请啊！坐下是，我得好好跟你喝。来，秦少帅，我敬你。你们吃好喝好。好。启禀女帝，方才乃是兵部密探的信号，与微臣正在查办的一桩重案有关，事关重大，微臣恳请先行告退。准。谢女帝。冯熙君呀，冯熙君，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次的机会。趁着下元节，趁着我赴宴，就想搜集我的罪证。可惜你安插的那些钉子，我早就查得一清二楚，所有东西都已经转移了。靠！少数府怎么会有这么多高手？要不听我们要来。宗主，现在怎么办？这是个陷阱。不管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没有回头路。先把冯清救出来再说。万象解决。冯熙君，你这是找死！解阵！解阵！给我破！撤！想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冯熙君，等着我亲率大军踏平你万剑宗吧！宗主，冯清，爹对不起你。我本想拿到秦无量的罪证救你出来，没想到这是个陷阱。我给了他灭掉万剑宗的借口，我死也要拉他垫背。陈红，你立刻去丞相府，马上把秦无量所有罪行都告诉丞相，要鱼死网破。是。走，困过我了吗？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我来报仇，来杀你。报仇？我的仇家多了，不认识你这号人。3年前断龙牙，你把我推下悬崖的时候，我可把你记得清清楚楚。你是陈家那个余孽，你居然没死，真是命大。可你太蠢了，才3年，你能有多大长进？上次我让你侥幸活命，这次就是来送死。是不是送死？
试试就知道了。宗主小心，他就是玄武门那个高手，能力非常诡异。玄武门，冯清失踪，是你骗了詹红，说我儿子冯清到底在哪儿？你反应真够慢的，都7、8天了才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很简单，我骗了你，我回来就是报仇的。你那个宝贝少宗主非要自己撞上门来，我一时没忍住，就把他先杀了。冯清是你杀的？没错，就是我干的。做掉冯清之后，我就伪造了些线索陷害秦无量，让你们误以为是他抓走了冯清。秦府外的痕迹，那些证据全都是假的。从一开始，你们就掉进了我为你们准备的陷阱里。所以，秦尚书根本没想过对付我们万剑宗，一切都是你的陷害。很好，你终于明白了。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害得我们得罪了秦无量，你害得我们万剑宗今夜损兵折将，万剑宗上上下下几百口人，今后都要被秦无量追杀到天涯海角。所以呢，当初我们陈家被你们灭满门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陈家人的感受？我杀了你！杀了你！你只看见！死！本来以你的实力，我很难破防。不过正好，你太好骗了，你被我骗去对付秦无量，他重创了你，这才给了我报仇的机会。你放心，万剑宗的所有弟子都会一起去地狱陪你。你好狠毒！我狠毒吗？我灭你满门，好歹有个正当的理由。万剑宗上上下下全部都参与过对我陈家的围攻，可是我们陈家当初招谁惹谁了？不还是让你们万剑宗和兵部随便就灭掉了吗？现在立场换了，就怪我狠毒了。你就不想想，我们陈家几10口人当初有多么无辜？接下来该你们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给我把万剑宗毒死，一个人都不要放过。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重的血腥气？走上去看看。将军，全都死了啊！一个活着的都没有。将军，这是谁干的？你问我，我问谁？可为什么？我们兵部明明就要动手了，谁会赶在这个时候？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多此一举，正常情况下，多此一举，除非对方有不得不抢先动手的理由。一是为了嫁祸于我，二是为了灭口。万剑宗的高层藏着能让某些人彻底倒台的秘密。现在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我公报私仇，灭了万剑宗。去，把我之前收集的所有关于丞相安子如的罪证全部整理出来。是。这一次没有退路了，到了破釜沉舟的时候了。陛下，臣有本奏。兵部尚书秦无量公报私仇，滥用职权，于昨夜调动金陵卫，将万剑宗上下571口尽数屠戮，手段残忍，骇人听闻。请陛下降旨，将其拿下问罪。陛下，臣冤枉！臣昨夜奉旨前往万剑宗，是因为冯锡军昨夜夜闯臣府上。当时我离开宴席的时候，还和陛下您汇报过，我担心他在我府上盗走什么军国机密，所以才调动兵部人手，连夜上万剑宗问责。可当臣率部抵达之时，万剑宗已是尸横遍野，无一活口。随臣前往的1000金陵卫将士皆可作证。安子如，分明是你察觉到臣已经掌握你结党营私的罪证，所以才先下手为强，俘虏万剑宗满门，再嫁祸于臣。一派胡言！秦无量，你为脱罪，竟敢当朝构陷于我！陛下，此等狂悖之徒，断不可信。更何况金陵卫是他秦无量的人，当然会听他的命令。什么我的人？金陵卫都是陛下的人，你休要污蔑我！陛下，
臣对陛下的忠心天地可见。倒是安子如多年来贪赃枉法，培植党羽，祸乱朝堂，请陛下明察秋毫。够了！朝堂之上如此喧哗，成何体统？朕不想听这个，各自回去，将你们找到的证据都给朕呈上来。朕只看证据。退朝。你可清楚昨夜之事在京城掀起了多大的风浪？自然清楚，一夜之间一个宗门灰飞烟灭，震动京城是免不了的。不过陛下当初答应过我，准许我报仇雪恨。万剑宗上下都参与了围攻我陈家，我对他们动手有理有据。我懒得管你是否有理有据，只是事情闹得这么大，现在可不好收场了。今日在朝堂上，秦无量和安子如就差直接打起来了。可陛下您不也没有真的阻止吗？您若是真想让他们停下，他们自然一个字也不敢多说。哼，我闭关的这些年，这朝堂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一个个结党营私，可忘了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现在乱就乱吧，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将朝堂上下好好肃清一番，把这些蛀虫一网打尽。有女帝您这句话，那我可就放心大胆的发挥了。少主，外面的传言万剑宗被人灭门了，不知道和少主有没有关系？是我做的。怎么可能？少主，你是怎么做到的？万剑宗高手如云，方锡君更是比您高出整整2个大境界，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夏叔叔，有些事您没必要知道的那么清楚。门主，您在天有灵看到了吗？您的儿子已经成长到可以为您报仇的程度了，玄武门的血海深仇终于得报了。夏叔叔，这乾坤袋里是我从万剑宗的宝库和他们高层身上搜来的东西，你帮我整理一下，看不出来源的，送到各地渠道分销出去，换成灵石。能看出和万剑宗有关的，暂时保留，然后用换来的灵石帮我采购一批能帮助金丹期修士加快修炼速度的丹药和天材地宝。秦无量比冯锡君更强，身边护卫重重，想要对付他，只能先提升我自己的实力。是，少主，我来看看金人袋里有什么东西。这，少主，这万剑宗也太富有了吧！这里面的宝物价值恐怕比我们玄武门鼎盛时期全部家当的10倍还要多。倒也正常，万剑宗投靠了兵部尚书秦无量，仗着朝廷撑腰，在整个夜来国巧取豪夺，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富有一些说得过去。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何物？我之前也看到了，却没认出是什么药材。少主，你入修真界时日尚短，不认识也正常。此物名为五光宝莲，是辅助金丹期修士修炼的奇珍。哦，有何功效？若能将它尽数吸收，足以助您从金丹前期一举突破至金丹后期，正好也省了我去搜罗丹药的功夫。从金丹前期到后期，这莲花就有如此神效？正是，而且五光宝莲其实也是看机缘的。如果巧合之下激活3花聚顶的效果，一夜元婴也未尝不可能啊！那正好，是时候了，该为对付秦无量做最后的准备了。有此宝物，我很快就能提升到金丹后期了。君子3缄其口。丞相不愧是夜来国儒道第一人，这言出法随的境界，当真随心所欲啊！用不着你溜须拍马，小人当断手。别浪费时间，谁也不清楚秦无量到底掌握了我什么东西。丞相，您这么做就不怕女帝陛下那边怀疑您，然后事后找您麻烦吗？被怀疑总好过等死。秦无量在朝中根深蒂固，若他真抓到我的把柄，不等陛下发落，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动手！穿墙而入。10步杀一人。不对，没有血腥味，千里不留行。
杨大人还真是谨慎呢。秦无量，算计我！彼此，现在你我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局面，必须防着你。烈焰之身，四叔，想刺杀之事，若非你欲在陛下面前构陷于我，何至于此？构陷你！别把天下人都当傻子。西君的儿子被你抓了，他为了救儿子，才不得不帮你搜罗我的罪证。结果呢？抓他顺藤摸瓜，你又把他给灭了口。四叔，万事都让你做绝了，你还有脸指责我？冯熙君的儿子，我何时抓过他儿子？你真不知道？我不信！你这种人，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我可以作证，丞相确实不知道这件事。秦尚书，你被人耍了。大夫人，你何出此言？秦大人，你可还记得3年前被你和万剑宗联手灭门的陈家？不知道兰夫人你在说什么？我秦某人向来秉公守法。呵呵，都这个时候了，就没必要再自欺欺人了。就算你忘了，有的人可记得清楚得很。你是说？没错，当初你们灭陈家满门，却逃走了一个余孽。那姓陈的小子不知走了什么运，只用3年时间就成长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抓走冯熙君的儿子是第1步，第2步就是挑拨你们自相残杀。等冯熙君这小子才亲自出手杀掉了冯熙君，就是因为他想亲手复仇。兰夫人，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些？因为帮助陈渊对付你，正是陛下。陛下已经对你和安丞相失望到了极点，所以才扶持陈家女子，借他的手来报仇，顺便肃清朝堂。我替陛下查探事情时，无意间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才发现了那个小子的真实身份。兰夫人为何要把这些告诉我？我跟那个叫陈渊的小子有过节，他现在得到了陛下的青睐，若不阻止他，我很快就会被陛下边缘化。等他跟你们报完仇，他也不会放过我。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联合你们，一起对付陈渊。灭陈家满门的是秦无量，和陈渊有仇的是你。我与此人无冤无仇，为何非要去招惹他？丞相，你别这么单纯。陛下之所以放任陈渊报仇，就是因为他已经不担心你们倒台之后，夜来国会陷入混乱。陈渊就是那个即将取代秦无量的人，等他彻底站稳脚跟，必定会帮陛下肃清朝堂。到时候他会放过你吗？现在只有我们联手除掉陈渊这个变数，陛下才会再次需要丞相你来稳定朝局。好，就按你说的办，赶紧想办法，先把这个陈渊揪出来。爹爹，自从3年前，我已经很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是啊，那3年我每天都活在压抑里，哪里还有笑的心情？陈天昊大哥对我有再造之恩，没有他就没有我夏乾坤的今天。结果陈家被灭门的时候，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看不起我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豁出去这条命和万剑宗拼了？爹爹，你不能这么想。万剑宗和兵部的联盟，我们玄武门根本没有赢的可能，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幸亏老天有眼，不止让少主活了下来，还让他这么快就成长了起来。少主灭掉万剑宗那天晚上，我坐在陈大哥的牌位前喝了1夜的酒，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才终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是啊，真不容易。现在有了陈渊哥哥，我们终于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启禀门主，兵部尚书秦无量和丞相安子如那人已经打过来了。怎么会？这2人不是一直水火不容吗？为什么要联手对付我们玄武门？来，把陈渊交出来！秦尚书，蓝丞相，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不知道什么陈渊。老子懒得跟你废话，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对我就没用了。爹爹，我和你们拼了！固步自封。小姑娘，我是为了你好，赶紧把陈渊交出来，我能让你少吃点苦。
这五宝莲花的效果比想象中还要好上太多，元婴期也就这么长了。把陈渊交出来！啊！秦无量，他怎么来了？夏乾坤，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陈渊，否则我今天就让你玄武门上下鸡犬不留！不可能，除非我死。好，老子就成全你！少主，快走！秦无量和安子如联手了，您不是他们的对手，快走啊！夏叔，放心，一个安子如还奈何不了我。奈何不了你，小子，你怕是不知道安丞相言出法随的厉害，我都不敢小看的安丞相，你居然不放在眼里。好嚣张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看我十步杀一人！言出法随，自是连护体真气都没有，攻击再强，能有我的速度快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我是什么人？我是来取你狗命的人。啊！这一剑是替我父亲陈天昊还你的，这一剑是替我娘亲还你的。杀我陈家满门70口，要还你70剑，不过分吧？就这样，有些人得罪不起。天后大哥，嫂夫人，你们的仇今天终于报了。朕已查明，3年前刑部侍郎陈天昊一案，实乃冤案，系时任丞相安子如伙同兵部尚书秦无量狼狈为奸，构陷忠良，致使陈家蒙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日前，安子如与秦无量因党争内讧，两败俱伤，最终同归于尽，实乃天意。即日起，为陈天昊侍郎平反昭雪，恢复其所有名誉。另陈天昊之子陈渊文武双全，有惊天伟地之才，特擢升为我夜来国新任丞相，总领百官，辅佐朕功。陈渊领旨谢恩。蓝少芬啊，蓝少芬，也该找你收点利息。